上面这几个画的比较仔细，感觉很细，基本型呢也还不错，但是呢就感觉稍微的有点假，就是所有的线条上去都在想要去这个画它的素描关系，就是找结构的线条少了一些，以及这种造型的厚度，比如说上眼睑和下眼睑的厚度，然后掩盖褶的厚度，以及鼓出来的这个造型。中间的这一个画的应该是这张照片的吧，它的眼皮呢没有这么薄，你这个眼睛画的挺大，那相应的它的眼皮的厚度也应该这个跟着一起放大，同步的。眼睑画的太窄，感觉很薄，稍微的会有点恐怖。上面这些血丝啊，它都属于贴在表面上的一些纹理、一些效果线，它不属于结构。在这个位置还有个转折的，然后它眉毛的宽度眉毛整体的画的比较窄，可以画一些贴合造型表面的这种网格线来交代它的体积。在画的时候还是需要多观察多比较，这个自己编造的成分感觉更多一点，或者说观察比较不到位，像这种眼睑都画的有点太细了，多去考虑造型上面的这些面怎么转折的，如何去利用这种网格线把它这种转折分面，怎么把它这种体积感交代出来。有了这样的体积，你说再在不同的面上去加不同的这种灰颜色，它就能够构成一个素描的眼睛。如果这些灰颜色不贴在造型上的话，它就不足以表现它的这个体积结构了。这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多去观察这种厚度、起伏变化。这画应该是这张图上的，那这个基本形状也不太对，这个眼角没有外眼角没有这么尖，它泪腹的这个位置没有这么靠外，然后它眼睛这个眼皮的厚度应该再厚一点，而且这个眼皮它是有一个厚窄的一个变化。然后眉毛画的有点太细了，每一根眉毛应该再粗一点、长一点，它有疏密的，中间的这个位置稍微密一点，想办法用这条线把它的体积交代出来，然后再想着怎么去给它加一些明暗调子，让它更有这种体积感。下面的这个感觉还不错，画了这种网格线来交代它的起伏，但是呢，这网格线不要画这么密。你看上面我画的这两个，就是只要是能足够交代出来它大的这种体面转折就够了，它是已经不能再少掉的，但是呢不要多，就是必要的要画，不必要的就剪掉，用尽量少的线去交代它的体积。然后呢，注意一下线的层次，这个线条像下眼睑这里呢，这个就有点缺少主次，里边这根线呢不要画这么实，眼球和眼角之间这个造型呢也要交代一下。哪里该重，哪里该浅，用线呢要有一定的主次，不要把所有的线都画得很重。然后第三个，这个你像眼球和眼睑之间应该有些重颜色去交代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就在这个位置。但是呢，你到这里呢，反而把它画得很浅、很亮，就感觉它们的关系不够完整，不够清晰。这条线是它的上眼睑，上眼睑呢有个厚度，这厚度下来呢还有一些投影，所以说它跟眼球交界的这个位置颜色应该重一点，这样才是把它们的关系交代清楚的这个要点。下眼睑外面这条线呢不要画这么重。
然后在这种转折的地方，先捡厚度外边这条棱上面去画这个小睫毛。睫毛呢也是观察一点，稍微观察一下，睫毛画的有点粗。这种眉毛要再观察一下，你看一下它这个生长规律、它的走势以及它这种变化的特征，因为这种特征都没有。画点毛毛躁躁这个眉毛，再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它的特征，仔细一点。眉毛这里并没有这种交叉，但是这样依次斜过来，然后和上面的这一排在中间交汇了，稍微的有一点比较平的这种交叉。